我分去。满口胡言！你这小小混账弟子，你耍我是吧？简直是找死！怎么回事啊？那人谁啊？好高的修为啊！老板，师祖，真的是师祖。我随师父迎慈桑道君出关时曾见过。弟子见过师祖。天野徒儿，还不快办！天野徒儿，看你顺利出山，为师就放心了。之前见师祖灭了诸多弟子的命灯，为师担心你。如今整个仙府都传师祖对你宠信有加，此话可当真？没有没有，我跟师祖可没有那种风流韵事啊。那师祖为何如此厚待你，竟当众护着你？可能我能给师祖解闷儿。为师只怕你四体不勤，又天资愚钝，拙口笨塞的。师父，你现在骂人可真够高级的。这万一要是真的触怒了师祖，被灭了命灯，不如还是找机会跟师祖请辞，回青谷天修炼吧。啊！师祖，师祖，廖廷彦是你派来我身边侍奉的弟子，我未曾开口，你便替我做主。师祖恕罪，弟子不敢。师祖啊，我师父他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还是你想要赏赐？弟子不敢受赏。说吧，你要什么赏赐？弟子恳请师祖，若是廷彦徒儿有侍奉不周之时，请您宽宏大量，饶他一命。师父，不允。倒是可以赏你们4条灵脉。啊，这么多！一口气赏了4条灵脉，不愧是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。青谷天这个小小门派，以后怕是要赶上我们月之宫了。谢师祖赏赐。灵脉也并非越多越强便好，譬如白鹿崖的灵脉，不是你等有福消受的。白鹿崖的灵气滔天，不知师祖这话是何意？白鹿崖的灵脉，于司马氏族人是良药，对其他人来说是毒药。若他人用白鹿崖的灵脉修炼，修为越高越危险。公至合体，一旦运功，必死无疑。师父，你放心，师祖才对我。这司马娇竟然真的看上了廖廷彦，只是他既不动手自杀，也不出卖我的身份，究竟在打什么算盘？老板，我虽然不会修炼，但最近身体有些变化，可能是因为吸收了白鹿崖灵气的原因。我会不会有事啊？应该会吧。会。那我会死吗？你离合体期还相隔甚远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没有什么修炼天赋的，看来人才也是一件好事。回去。老板，
您刚刚不是说我们是去杀人的吗？是啊，可你方才吃了那么多，若是见我杀人呕了出来，岂不是坏了我的兴致？这是在关心我吗？刚刚在花宴上也是，不仅关心我，还关心职工家属。我现在总算是看清楚啦，这祖宗是个妥妥的口嫌体正直，不应该叫司马娇，应该叫司马娇。你在笑什么？我在想，您对下属真的是关怀备至，体贴入微。我对您的感恩之心有。闭嘴！鸳鸯灵山之火。哦，不哭啦，乐儿，你给我们的孩子取个名字吧。那就叫他娇儿吧。这个婴儿竟是师祖，那这两个人是师祖的母亲和父亲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。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公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公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公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，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公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公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！死了。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
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它既能替我缓解灵火给我带来的灼烧之痛，若它真的对我毫无贪念，的确能成为一枚好棋子。你去把塔外的结界消了，以这魔域间隙为由，把门打开，老鼠会顺着缝隙溜进来。至少不用上班打卡，睡得好舒服。没水了。这名弟子似乎很得师祖喜爱，能够自由出入中心塔。是啊，不知道他有何特殊之处？难不成只有修为低才能接近师祖？谁知道？你怎么还没死？惭愧，我这个人呢比较低调，就还没有遇到危险。先前让你在大殿上逃过一劫，算是你命大。你最好别对师祖有什么下作心思，否则，你迟早都得死。怎么？哦，你是怕他先你一步，获得师祖的青睐吧？就凭他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低等灵根，他也配？低等灵根又如何？难道修为高、出身好，就天生高人一等吗？那是自然，怎么也入了？你出身卑贱，所以跟他惺惺相惜了？我劝你啊，最好再找一个同伴，他的身份比你这个低等灵根还要低。这位同事，这位师姑，你觉得我是个废柴可以，怎么搞起人身攻击了呢？你仗着自己修为高，就欺负能力比你弱的人，是不是气量太小了？满口胡言乱语，果然物以类聚。之前他们那么辱骂你，你都没有反击过，今日怎么愿意帮我出头呀？他们看不上我这个落后分子，我可以理解，但不能借题发挥，拿人的出身说事儿，太过分了。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明白你在说什么，不过我听得出来，你没有瞧不起我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能力又好，我欣赏你还来不及呢。我的感谢礼物，很甜的，你试试。谢谢。我真的越来越喜欢这儿了，又不用上班打卡，还遇到了好同事。虽然也会碰到那种爱搞职场斗争的内卷狂人，不过只要我不掺和，也能活到大结局。上什么卡？内卷？这些都是什么？我不是很明白。哦，你就当成我们清谷天独特的说话方式好了。哦，这样。你真的对师祖无所求？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好奇心和好胜心的，我只想舒舒服服的苟住。就是活着，每天一觉睡到自然醒，
吃好是啊。真的吗？嗯。那些仙门自诩修仙济世，心系苍生，实则个个都暗藏着肮脏的欲望。而你不一样，你虽然受人欺辱，却还能寻得自在，回归本心。我想，这山中一定没有第二个弟子，能活得有你这般透彻。你这说的是我吗？学到了，说话的艺术。不过你不也是庚辰仙府的人吗？你怎么说的自己跟他们不是一路人一样？一路人，异乡人罢了。以后我们就是姐妹了。好。这样看，三圣山这个工作环境还不算太恶劣嘛。唯一不足的就是修真界大家都不吃不喝的，不能点外卖，生活少了不少乐趣啊。又来。老板，上下级要保持一定的纪律啊。胡言乱语，你就是这么侍奉人的？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好不好？说到这儿啊，咱们好像从来没有讨论过劳动合同这个问题。这儿虽然没有什么劳动法，但是该有的待遇还是不能少的吧？说吧，想要什么？嘿嘿，要您发工资应该不太可能。每周的双休您得保证吧？转来转去，要的还是这个。啊？那双休不行，单休也行啦。继续浇水，别想偷懒。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待了500年，是不是不管人还是火，一个地方待久了，容易生病啊？都怪司马昭这个没良心的，大逆不道！哼，没事老拿我消遣。司马昭，这么娇滴滴的名字，跟祖宗也太反差了吧？笨蛋，是娇，烧焦的焦。哦，嗨，这就对了嘛。你怎么这么暴躁呢？难怪祖宗说你一旺盛他就想杀人。哼，那是他诬陷我。我和他并不共感，你给我浇水让我痛苦，他并不会觉得好受些。那我这不是无效上班了？如此好的机会，为何不趁机偷薛宁花？哎，不是，你这个臭女人、坏女人，怎么知道真相了还在浇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别浇了。比起你这簇只会吐火星的小邪恶势力，我肯定要向更邪恶的祖宗势力低头嘛！公司战队就是这么残酷哈！有朝一日等我恢复了，我一定要把你烧成骨灰，撒到司马昭那个混蛋面前！捡起来。
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花儿，花瓣。想要吗？您都把花扯成这样了，我要它干嘛呀？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他们就这样让你进来了。是的，没人跟我说什么。哎，主要是我和师父师兄其实不太熟，他们也不知道什么内幕。况且，知道的越多，死得越快。这花赏你了。他竟然对你这么大方！大方。这花瓣好看是好看，可是我能用它来干嘛呀？你竟然不知道，这可是凤山血凝花，一片花瓣就是1000年修为，整个庚辰仙府之人都对它趋之若鹜。哎，这应该算工资。只要你帮我，我给你更多的花瓣。不用啦，谢谢啊。人心不足蛇吞象。说实话，像这种宝贝，我也不是很敢用。万一我一个受不住死了怎么办？小说里很多这种套路的。我今天的活干完了，那我先下班了啊，拜拜。你别走啊，再陪我聊会儿。嘿，这就走了？我活都忙完了，不能走吗？谁说忙完了？要你多嘴，你自己找什么活儿？不想死就跟上。你今日无需再干杂活，只需学会一种杀人的术法。杀人？我不学行不行啊？不学就杀了你。啊！拿起来。拔出来。仙府的灵气都需赋予灵力，方可使用。可我不会灵力啊！我为什么要学杀人啊？日后定会派上用场。啊！初回修为如此高，竟未能入选，想必这次选拔定是有人动了手脚。公主息怒，我们入选之人中有一个名为玉蓉蓉的弟子，修为尚算可用。只要他和进山的弟子能盗得血凝花，为月之宫带来数千年的修为，何乐不为？恭喜公主，暗雪和谭木影入选，在我们的计划之中。未曾想那个奴隶出身的叶入灵，竟也入选了。叶入灵虽不比暗雪，但在魔域来的那批俘虏里，算是最有天赋的。他会是我们的第2处筹码。穆尼生资质出众，定能完成公主的任务。不愧是公主的妹妹。西叶和婉清2位小姐竟一同入选。一旦有了司马家的孩子，我们便能把灵火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到那个时候，只要杀了司马娇，我们便能取而代之，成为这仙府之主。
有人吗？嘿，这儿不错哎，地势不高，离中心塔不近，不会有同事来串门儿。在这儿铺一床厚被子，豪华大床房。哎呀，阳光也这么充足，比我之前租的房子不知道要好多少呢。这个乾坤袋虽然品级不高，但补给日常用途绰绰有余了。徒儿切记，进入三圣山，不可与人结怨，只管本本分分的做人，事事不强出头。师傅呀，师傅，我不是出不出头的事儿，徒弟我差点出殡了呀。你好能装啊！小小的乾坤袋，大有乾坤，早知道把所有家当都装过来了。这儿还有个胆子更大的。能在暴躁大魔王手里捡回一条命，我可真是福大命大。我说你们魔域费这么大劲送下来的人，除了比常人修为更差，也没看出有何特别之处。这么久还没休息，你只需知道，只有他能杀了司马娇。少公主有空在此处试探我，还不如想想如何利用她体内的蚀骨之毒，早日完成你我之间的约定。没想到我心心念念的度假在这儿补上了。他竟是在睡觉。庚辰仙府如今这些没用的东西，是故意派他来激怒我，还是真的没用到这种地步？完全没发现他是个魔域的奸细。冤枉啊，祖宗！蠢蛇！我怎会因一个区区魔域之人而头疼？分明是我身体里的灵火在作乱。我倒要看看，他究竟要做些什么。他怎能睡得这么沉？难问。走了。闹钟怎么没响呢？
花还怪奇怪的，晚上还会发光呢。那不是前几天被师祖打飞的妹子吗？不好，玉蓉蓉的本命之火熄灭了。喂，还好，她的魂魄还未散去。公主，我不是嘱咐过你事事小心，怎么这就死了？我死了？我就是看到师祖那里种了好多花，我想摘一朵，然后就到了这里。难道是日月幽潭？月公主，还好，先父弟子都有一次脱生的机会，你还是早点做准备，送他去脱生吧。1天之内，命灯灭了2盏，师祖下手依旧如此狠绝。师祖怕是还记着昔日的恩怨，会将仇恨转嫁到弟子身上。哼哼。你以为他会在乎这些弟子吗？他心里还记着与八大宫的旧账呢。当初我们的父辈……好难受呀！好难受！师祖，我好难受呀！师祖，师祖，把我身体里的这团火拿出来！师祖，忍一忍，把血放出来就好多了。往日八大宫喝他的血，又让他在三圣山被关了500年。他的仇恨只会与日俱增。师祖对待他们尚且毫不留情，要是有机会直面我们八大宫，恐怕会更加为所欲为啊！殷公主说的对啊，哎，她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先下手为强。这。师祖有灵火在身，其实力远超各位。